大家好，我们这支影片呢，汇总一下 Windows 远端桌面连线的一些命令行的操作技巧。那 Windows 远端桌面呢，是在 Windows 的环境里面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远端遥控的连线工具之一。那我们这支影片主要就是介绍Remote Desktop 在命令行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操作。那尽量不要透过视窗来以提升我们整个的操作的一个速度。那首先我们就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被控端，也就是远端的电脑怎么样子来开放被控的一个权限。那首先我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使用 Windows 10的设定，那另外一个呢是使用传统的控制台。那以下我们就逐一来介绍。要开启设定视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直接在命令提示资源里面直接输入 Start ms-settings :remote desktop， 只要输入这个指令呢，我们的这个设定视窗就可以打开了我们来试一下 ms-settings :remote desktop。好，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切换到这个远端桌面的设定画面了那我们只要将这个启用远端桌面这一项呢，点击到开启，就可以把远端桌面连线的功能给开启起来那这个是使用Windows 10比较新的设定的方法。那如果要使用传统的控制台控制的方法的话，那就是输入 Control， 把控制台给开启起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最简单的方法去搜寻一下 Remote。好，那找到 Remote 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允许远端存取你的电脑。点击了以后呢，再把这个远端桌面下方的这个允许远端连线到此电脑呢，把它勾选起来，然后按确定。这样子呢，也一样可以把远端桌面连线的功能给启用起来。好，那这个是被控端启用被控权限的两个方法两个随便哪一个只要启用起来都可以。那接着就是我们本地端，我的主控端。那我们要进入远端连线的视窗的话只要输入 ms-tsc 这个指令，那再加上一个斜线 admin 呢，让它可以直接进入这个管理远端电脑的这个工作连线就可以了那要记得，因为我们在被控端呢，有可能要存取本机的一些磁碟机的话，那记得要在这个本机资源这个分页里面这个其他要把磁碟机给勾选起来我们来执行看看好，也就是我们只要执行 ms-tsc 斜线 admin， 好，那它就会出现这个远端桌面连线的画面那你就把你要连线的这个 IP 给输入进去，再点击这个显示这个选项切换到本机资源这一个分页，在这个其他里面，把本机要开放给远端存取的磁碟机呢，把它勾选起来比如说我这个 CD、E 这几个磁碟机都要让对方可以存取，所以就要打勾按确定，然后呢再直接点击连线。好，它有一个检查了那你可以勾选这个不要再询问，再点击这个连线，再输入你的账号密码，输入完毕以后按确定。好，那这样子我们就直接就连接到了远端了那在这个远端呢，我们就有几个操作可以来操作可以快速的来存取我们本机的这些磁碟机。那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存取本地端的磁碟机的话就是用这个 UNC 的一个写法就是两个反斜线，然后后面呢是 TS Client， 就是我们的 Terminal Service 的 Client， 再加上你的磁碟机代码。那这个磁碟机代码的那个冒号是可以不用输入的比如说我们要 copy 我远端的这个 我远端的 C 磁碟机里面 UTIL 里面的这个 croc.exe， 我们就只要这样子执行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来试看看我们到 temp 这个资料夹里面，然后我要抓我远端的 C 里面的 UTIL 里面的 croc.exe。好，那我们就已经拷贝过来了
好，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个5MB的档案就已经拷贝过来了。那这样子的执行方法当然会比你直接从档案总管再切换到 TS Client 再去找目录这样的方法快很多，因为我们就直接你知道路径的话就可以直接输入了好，那这个就是直接使用2个反斜线 TS Client 在一个反斜线磁碟机的方法，可以存取到本机的一个磁碟机的一个做法。那因为我们如果经常有某一些远端的电脑需要做连线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的连线的资讯给储存起来比如说我们再重新执行一遍这个 MSTSC 斜线的命。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储存，把这个连线的设定呢给储存起来。那将来日后要再重新连的时候，就只要点击这个储存出来的这个点 RDP 的档案，就可以直接再做一次连线了那如果说我们需要连线的电脑非常多的话比如说我们可能要管理公司的后台的电脑主机的话，那其实是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了比如说我们这个 mRemote NG 这个软体呢，是我平常在使用的一套管理远端桌面的一个工具。那它除了使用这个 RDP 这个通讯协定以外也就是说Terminal Server 可以透过 RDP 来连线。那其实呢 VNC 啦 SSH 啦 HTTP 啦等等这一些其他的通讯协定呢，其实mRemote NG 它都可以支援那到时候它也可以帮我们建成一个树状结构的一个存取的一个结构。那这样子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分门别类比如说哪家公司的哪一台主机什么 IP 等等等，可以做一个分类。那将来要在做这个远端连线管理的时候呢，就可以很方便。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这个mRemote NG 这个工具。那它可以免费使用，而且它也有原始码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再来去做修改。好，那我们今天就去介绍了这个 Windows 远端桌面的 mini 行的一些工具的简单的操作的方法。那希望对经常需要做这个远端主机管理的朋友呢有一些帮助。好，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